近期的欧洲政治局势中，德国后任总理弗莱德里希·莫茨突然变成了焦点人物。其出身右翼党派，被称为德国川普，曾频频发表欧洲应当独立自主、安全不可以依赖美国的言论。但如果追溯莫茨的过往政治立场，其长期以来都是以亲美派著称。那么莫茨究竟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会经历如此大的立场转变？又究竟会带领德国走向何方呢？1955年11月11号，一个男孩降生在了联邦德国的小城市布里隆，他正是弗莱德里希·莫茨。莫茨的父亲老莫茨是一位法官，是德国政党基民盟的成员。莫茨的母亲则出身于布里隆著名的索维尼家族，这是当地的一个显赫贵族家庭，祖上有法国背景。莫茨的外祖父还担任过布里隆的市长。因此从家庭出身角度来讲，我们不难总结出几个要点。首先，他的家境很优渥，自小在母亲的祖宅索维尼宫里长大。这套豪宅在2021年出售时卖出了200万欧元的高价，在布里隆这种小城市也算是一桩新闻了。其次，莫茨的家庭有浓厚的宗教、政治以及法律背景，家里长辈都是天主教徒，父亲是法官，也是基民盟的党派成员，母亲则是贵族出身，外祖父当过市长。在这种家庭氛围下长大的莫茨，也天然地带有保守主义观念，对基民盟与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带有一定的偏向。而按照父母对孩子期望，莫茨今后应当也会成为一名法官或者律师，成为一个满怀社会责任感、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两人呢，为儿子起名弗莱德里希，这个名字源自日耳曼语，寓意是和平的统治者。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德国人物都使用过这个名字，例如腓特烈大帝。只是那时的夫妻两人还不知道，他们的儿子真会在今后闯出一番天地，成为像腓特烈二世那样能够改变德国历史的人物。但如果细细探究，我们就能从莫茨的早期经历中找到许多关于政治的蛛丝马迹。1972年，年仅17岁的莫茨就加入了德国青年联盟，就此开启了自己的早期政治生涯。该组织深受联盟党的影响，也就是基督教民主联盟与基督教社会联盟的合称，两个联盟属于是姊妹党的关系。但基社盟主要是在巴伐利亚州活动，基民盟的影响力则遍及全国。作为德国的老牌政治势力，联盟党从二战后到现在都是德国的主要政党之一。正如我们先前所提到的，莫茨的父亲就是基民盟的成员，而不论是基民盟还是基社盟，两者都带有一定的中右翼色彩，政治偏向都是保守主义自由派，支持欧洲一体化与亲美主义，并不是什么左派政党。我们从这里也不难看出，从17岁就加入青年联盟的莫茨是很难成长成为一个左派人士的，并且在加入联盟的这段时间里，莫茨积极地参与组织内的各项活动，为他后续的政治生涯积累了宝贵的处事经验和人脉资源。当然，18、19岁的年纪，主要任务还是当兵与读书，这是因为当时的联邦德国还存在义务兵制。莫茨也按照法律规定，在1975年7月到76年9月间服役于德国陆军自行火炮部队。完成兵役之后呢，成长于法官家庭的莫茨进入波恩大学法律与政治学院学习。这是一所德国传统强校，诞生过10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5位菲尔兹奖获得者。莫茨从入学起便拿到了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的奖学金。入学后学习也相当刻苦，在法学专业取得了优异成绩，后来又前往了德国的马尔堡大学继续深造法律专业。马尔堡大学成立于1527年，是全德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莫茨在这里完成了大学教育的最后阶段，此时他不仅法律业务纯熟，也掌握了德语、法语以及英语3门语言。1985年，莫茨正式从法学院毕业，并成为了德国萨尔布鲁肯市的一名法官。只是莫茨在这个岗位上并没有待多久，与从事判决工作相比，他更愿意去当律师。1986年，莫茨就辞去了法官职务，转而前往德国化学工业协会担任内部律师职务，这一当就是3年。
莫茨也在早期的经历中呢，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也就是人们如果想解决现实问题，光是参考现成法律依旧是不够的，很多事情还是要走政治路线解决。从学生时代起就参与过多次组织活动的莫茨，终于在1985年，也就是其33岁那年，决定从政。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也引发了一系列的蝴蝶效应。1989年，33岁的莫茨迎来了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那就是当选欧洲议会议员。当时的莫茨是全德国最年轻的欧洲议员之一。在欧洲议会舞台上，他不断在欧洲事务中为德国争取利益，这为他后期政治生涯积攒了很多声望。在欧洲议会经济与货币事务委员会的工作经历，也让他拥有了经济方面的工作背景。正因如此，莫茨在1994年结束欧洲议员任期之后，顺利当选了德国联邦议院议员。自此之后，他便长期以议员的身份活跃于德国政坛。他主要负责财政相关的审议工作，并成为了基民盟的首席金融政治专家。后来又在1998年10月出任了联盟党的议会党团副主席，开启了自己的升迁之路。但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联盟党其实是基民盟和基社盟的合称。莫茨升任联盟党党团副主席，并不代表他就对联盟党下属的基民盟拥有绝对影响力。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莫茨如果想要代表联盟党去竞选德国总理的话，光是当上联盟党的领导人还不够，必须获得基民盟的信任才行。而这一矛盾也成为他政治生涯中最大挫折的导火索，给莫茨的整个人生带来了一场巨大转折。因为在莫茨顺利当选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的2000年，素有德国政坛铁娘子之称的也当选了基民盟的主席。莫茨与默克尔作为党内新星都享有很高威望，联盟党内一时出现了一山不容二虎的态势。而最终让两人分出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2002年德国总理大选。在2002年的德国总理竞选中，斗志昂扬的联盟党并没有胜出，反而让社会民主党的施罗德继续连任。联盟党党内因此也开始对领导层产生不满，而莫茨作为联盟党党团主席和联邦议会反对党的领袖，自然是难辞其咎。事实上，在02年的总理竞选中，莫茨的身份正是联盟党竞选团队的金融与财政专家。一旦联盟党在选举中胜出，莫茨必然也会出任德国高官。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想要成功的光荣，就必须要承受失败的代价。而对于莫茨来说，失败的代价之一就是他在与默克尔的党内竞争中逐步落入下风。2002年，已经担任了社民盟主席的默克尔，终于在联盟党党内选举中击败了莫茨，拿走了联盟党的党团主席职位。他不仅是莫茨的继任者，还有双主席职位在握，牢牢把控着联盟党的前进方向。反观落选主席的莫茨，则又回到了党团副主席的位置上，也就是他4年前就已经当选过的职位。在外界看来，这正是默克尔在联盟党高层权力斗争中最终胜出的标志。莫茨自此之后渐渐无心政治，在2004年党团职务到期之后，他便逐步淡出了政坛，并在2009年完全退出了德国议会。离开政坛的莫茨后来为多个德国企业与组织担任法律顾问以及董事会主席这样的高级职位，算是兜兜转转又做回了法律的老本行，也在德国企业界获得了认可。而如果我们回顾莫茨在其政治生涯第一阶段中的主张与表现，那就是坚定的亲美。莫茨本人就曾领导大西洋桥组织，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为德国和美国的交流合作牵线搭桥。在一些地区冲突和国际热点问题上，他也常常坚定支持美国的立场与行动，尤其是在军事合作领域，他更是积极地推动德国和美国在北约框架下协同行动，并强调北约对于欧洲安全的重要性。这与2025年的莫茨简直判若两人。那究竟是什么样的经历才促成了他的政治立场转变呢？这主要就与莫茨自己的企业工作经历、欧洲面临的难民危机与安全危机，以及川普政府的2次当选有关。
虽然莫茨在2009年正式退出政坛，但这段政坛沉浮的经历也让他对政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离开政坛投身商界的10多年间，莫茨看到了德国经济面临的许多新挑战。他认为德国企业应当逐步减少对美国市场和技术的过度依赖，德国企业应当在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上进行重新布局。不仅如此，随着欧洲难民危机的爆发，德国社会也开始出现了更多新问题。由于大量非法难民的涌入，德国社会的福利体系、就业市场以及社会治安等方面都开始面临沉重负担。德国国内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声音，要求保障德国本国公民的利益，严格筛选难民申请者。只有真正符合难民标准且有融入德国社会潜力的人，才能按照合法程序前往德国生活。并且由于德国民间对移民问题的担忧与日俱增，这种社会情绪的滋生也为德国右翼政党的立足提供了土壤。莫茨渐渐感觉到属于右翼人士的时代又来了，而他重返政坛的最佳时间正是2018年。这一年呢，担任德国基民盟主席18年之久的默克尔正式宣布辞去主席职位。莫茨于是找准时机，于当年宣布参选基民盟主席，但最终未能如愿。到了2021年1月，莫茨再次向基民盟主席宝座发起冲击，却依旧与成功擦肩而过了。可以说，在莫茨重返政坛的2018到2021年间，他个人并没有在政坛上斩获太多，反倒从时任总统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内看到了美国国内政治转向的内生力量。莫茨察觉到美国优先理念在美国国内受到的支持，并感受到川普的政治主张对欧洲局势以及德国利益造成的冲击。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德国政坛越来越需要懂经济的人，莫茨的机会也终于到来了。2021年12月，莫茨成功当选基民盟主席，并在22年1月正式就职。短短1个月后，俄乌战争便在德国的东南方向爆发，人们不仅开始担忧欧洲的经济，又开始担忧欧洲的安全。北约是否能够有效地保护欧洲，渐渐成为人们心底的疑问。而莫茨作为右翼政党领导人，对这种疑问的回答也很简单，那就是欧洲自主，德国自强。2024年9月，莫茨正式被推选为2025年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的联盟党总理候选人。与此同时，川普也在进行自己的第3次总统竞选活动。关于美国应该停止军援乌克兰，西欧国家应该提高军费的政治论调也逐渐传到了德国这边。尤其是到了25年1月，川普正式开启第2任期，阐明暂停对乌军援，要求欧洲担起更多的责任的政治意见后，莫茨从高度亲美到坚决的挺欧的政治观念转向也算基本完成了。欧洲应当在军事与经济上更加独立，巩固欧洲自己的核武保护伞，并推进人工智能与半导体等前沿技术发展的观念，不仅被莫茨所认可，也成了越来越多德国人乃至欧洲人的观点。事已至此，莫茨在德国总理竞选中的优势地位也终于逐步奠定起来。2025年2月23号，德国联邦议院正式进行选举，莫茨领导的基民盟顺利胜出。曾经是德国最年轻的欧洲议员，又曾一度退出政坛的莫茨，最终成为了德国后任总理，只等走马上任。他不再是一个亲美派，却成了实实在在的欧洲派。至于莫茨最后究竟会将德国带到何方，欧洲又是否能在未来几年变得更加独立自主，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见解。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